好，这个就是再看一下，就是说这个老龄化从7%到14%啊，这个老龄化的过程中，各个国家用了多少年？那法国呢是用了126年啊，这个英国是46年，德国是40年，日本是24年啊。然后这个中国呢，从这个2001年跨越这个7%这个节点啊，到这个2022年马上就要到14%嘛，那大概是用21年的时间进入这个深度老龄化的一个社会，然后再用11年的时间呢，也就是达到那个20%的节点啊，也就是这个超级老龄化啊，大概超级老龄化在2033年啊。我觉得这个预测呢，还是我偏向于认为2030年左右可能就会达到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少子化的进程啊，就是这个生育率，在这个2020到2030年，这个生育率可能还是比较低的啊，可能会比预期还要低啊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老龄人口的占比就会再上去一点。反正就2030年前后吧，就这个大概就这个时间点。好，这个是从7%到14%啊，14%到20%各个国家所用的时间啊，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用的时间啊，可能将来是最快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给大家前面说了嘛，这个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啊，这个计划生育这个刹车啊，刹得非常猛啊，这个后面这个惯性的力量非常大啊，所以中国进入老龄化的过程肯定是更加迅猛的啊，更加迅猛，也势大力沉。这个是这个恒大研究院啊，他做的一个数据啊。其实中国目前比较关注人口的啊，也比较正能量的啊。我说的是真正正能量啊，不是那个正能量，就真的正能量的两个人啊，一个是那个携程的这个创始人梁建章啊，他本来也是斯坦福的人口学博士，他很关注中国人口，对吧？他也写了很多的文章啊、报告啊，就是说还是非常正面的。他鼓励政府就是赶快放开生育啊，加速放开生育，不能再限制了。再限制的话，他认为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啊，它这个非常缓慢，一旦这个真的是走向人口结构恶化以后，就很难扭转啊。而且人口呢，他认为是决定经济因素的一个根本力量啊，所以他对人口非常重视。那第二个比较正能量的这个学者专家呢，经济学家就是这个恒大的任泽平啊，他最近这1-2年来写了不少人口相关的一些文章啊，都是长篇的文章，有数据有佐证一些分析。这是他的一个预测啊，就出生人口的预测。刚才也给大家看了2波婴儿潮完了以后啊，大家看这个2020年就2000年以后啊，它有一个小的拐点，对吧？就是第3波一个小的婴儿潮，那个小婴儿潮非常小啊，这个非常微弱啊，接着就马上就下来了。那等一会儿呢，我会给大家看啊，从2012年以后啊，就这几年到底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怎么变化的啊？里面的细微的趋势啊，更值得我们关注啊！里面有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特点啊，尤其是1孩和2孩的比例啊，非常让人吃惊啊！如果你平时不关注人口的话，你一看这个，你就会觉得啊，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啊。好，这是它的这个人口的一个图线吧，预测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啊，从2012年到2019年，这个是把这个人口数量啊，我都放上去了，每一年我都查这个数字啊，这个前后对比啊，这数字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出生人口呢，大家知道在这个最早是单独2孩啊，就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2孩，对吧？这是2012年，后面2013年底呢又放开了单独2孩啊，就是说你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，你就可以生2胎啊。然后直到2016年放开了这个全面放开2孩啊，它是这个非常谨慎的这种小步一趋的放开啊，双独2孩、一独2孩到全面放开啊，历经4年时间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在这个全面放开2孩的这个2016年呢，出生人口是有一个反弹啊，从1655啊到了1786啊，这是一个小高峰了。紧接着没想到没过一年2017年啊就开始下滑到1723啊，那接着2018年就更惨了啊，直接少了200万啊，1523万。然后2019年呢是1465万。那光看这个数据呢，你还感受不深啊，最关键的是你要看里面的结构这个占比，这个结构占比才是更令人惊讶的。那结构占比里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孩的数量啊，1孩的数量在持续的减少，从2012年的1065万啊，一路下降到2019年只有593万啊，这个1孩数量真的是这个一落千丈啊，对吧？2孩的数量呢，从570万啊一路干到这个872万啊，一路在往上攀升。然后你看这个2胎及以上占比啊，从34.9%
啊，一路攀升啊，到了去年达到居然59.5%啊，都快60%了啊，这个大量的都是2孩啊或者3孩4孩啊，都是这些孩子占比越来越高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图就更直观了，你看这个图啊，这个蓝色的就是这个出生人口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红色的是1孩数量啊，然后这个灰色呢是2孩以上的数量，然后这个上面那个黄线呢是2胎及以上占比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占比一直走高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生2孩的人呢，或者2孩以上呢，它是有一个生育堆积效应的，对吧？你不管是10年前生了1孩，现在想生2孩啊，还是前1-2年就生了1孩，还想生2孩，它有一个堆积效应，对吧？生过1孩的人，他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时候生2孩啊，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生育堆积效应。那当这个堆积效应释放完了以后啊，这个2孩以上的数量它就会急剧的减少，对吧？那你看这个1孩的数量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啊，这个1孩持续减少，只有593万了啊。那1孩啊，没有1孩哪来的2孩啊？随着1孩的越来越少啊，你未来这个2孩呢啊也不会太多的。这个等这个生育的堆积效应下降去以后啊，所以你这个总的出生人口这个就像这个任泽平那个图一样，它还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啊。等这个堆积效应释放完以后，这个1孩的数量啊，这个下降啊，足以说明现在年轻人这个生育负担的沉重啊，不光是买房，不管是这个教育啊，还是这个生活的压力啊，足以可见啊，这种生活的重压已经把这个年轻人就是压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这个1孩的数量惨淡的只有不到600万了啊。所以说很多人预测说中国什么时候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啊？我觉得他们都太保守了，说2030年才会跌破1000万啊！我觉得用不了2030年啊，可能也就在2025年前后啊就会跌破1000万啊！因为你这个1孩数量在这摆着呢，你这1孩数量在持续的下降，那么低啊，2孩是因为有堆积效应啊，那这些堆积效应的妈妈生完以后啊，那自然这个生育的人口就会一落千丈啊，所以很快用不了4-5年，中国的出生人口就会下降到1000万以上。所以你看这个人口以后，你就会知道你这个比如说你做这个母婴行业啊，你这小孩数量越来越少，你做这母婴行业啊，当然这个竞争各方面啊就会比较激烈啊，因为需求在减少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就要调整你的这些布局和结构啊，包括你做这个玩具啊这些啊，它这个小孩的数量确实是在持续减少的啊，持续减少，而且后面减少的速度呢还会加快。好，这个就是2胎占比及变化啊，总的出生人口在下降啊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里面的结构变化啊，确实是比较夸张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就是当时专家这个卫计委当时其实全面放开2胎以后呢，它有一个测算啊，它测算的2017年到2021年呢，这个出生人口有一个预测啊，他当时的预测呢，就是这个你看分了高预测、中预测和低预测。那哪怕是低预测啊，你看都达不到啊。低预测他预测2017年能有2023万的人口，实际上当年只出生了1723万啊，1700多万吧啊。然后2018年还2000万，2018年那都降到只有1523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他2019年还1900万呢，2019年都只有降到1400万了啊，所以说可见他的这个卫计委的，这还卫计委副主任呢啊，王培安，可见这个卫计委的预测有多离谱啊，他们这个太乐观了，对这个放开2胎以后，对中国人的这个生育意愿啊，太乐观了啊，这个中国的这个生育远没有那么乐观啊，其实是非常达不到他们的这种预期啊，他们这个当时给出的这个预期和研究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很离谱。现在回头看很离谱。好，这个是上期跟大家也说过，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呢，跟日本呢相差的是20年啊，大家也知道了。然后跟韩国呢是相差了10年。那这个人口的结构啊，就是这还算是一个正的纺锤形的，对吧？然后你再过10年以后，就是2016年的日本啊，它就已经变成这么一个形状了。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形状。这个那个中国呢，再过也就是到了2025年吧，不是2035年吧，啊，也就这个2035年的时候，就跟这个日本的2016年啊是差不多一样，就变成这样了，倒金字塔。那这个倒金字塔呢，
这个形状不可夸，关键是里面的这个人口结构，就是这个年龄中位数比较吓人啊！你看第一波这个婴儿潮的，到时候已经这个平均年龄都在这个65到69这个区间了，对吧？这个第二波的这个也就是80后吧，现在的80后都到45岁左右了啊，就是老化啊，关键是老化，不光是倒金字塔，还有老化的问题。好，这个是根据2010年的这个人口普查数据，做的一个就是各年龄段的这个人口数量啊，人口数量。所以你看这个图，你也能感受到啊，这个中国的消费主力啊，中国的顶梁柱的核心人群啊，就是这3代人啊，60后、70后、80后啊，这3代人都在2个亿以上啊，非常强大的一个基数，既是生产力。这个提供的既是生产力的一端，同时也是需求端的一端啊，既是提供生产啊，同时也是供应了大量的这种需求啊，所以这3代人呢，非常啊，对这个汽车啊、家电啊，包括房地产啊，这个消费非常重要啊，它是个主力的一个消费人群。然后你看到了这个90后啊，就 1.88 亿。啊，到了00后 1.47 亿啊，10后为什么那么点呢？因为他2010年普查的时候啊，这个只能普查那时候出生的人就那么点儿，对吧？2010年他做的普查嘛，所以2010年只能知道2010年当年出生的人口，不可能知道未来的人口嘛，站在2010年那个时点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00后啊 1.47 亿人，你用这个除以80后的 2.19 亿人啊，是 67% 啊，就是00后只有80后的 67% 了啊。所以说呢，等60后、70后、80后啊，这个过了这个消费的这个高峰期以后啊，这个很多的消费品啊都会下一个台阶的啊。这也是之前上一期给大家讲日本啊有一个对比，1990年的消费情况和2007年的消费情况一个对比，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，不管是耐用消费品还是这个非耐用消费品都会下一个台阶的啊。这个是人口的大势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所以很多的他们说这个中国大市场啊，确实是大市场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大市场目前的时段呢啊，如果从人口结构角度来看呢啊，可能确实是我们一个巅峰状态啊，不管是房地产15万亿的销售额，还是这个2000多万啊，2500万，最顶峰是2800万的这个汽车销量啊，我想可能是中国消费的一个巅峰时期啊。然后这个50前50后啊，他们现在主要消费就是医药啊，他们大量的主要就是这个医疗保健的需求非常旺盛啊，然后这个用不了几年，60后这个医疗保健消费也会上来啊，所以说我之前好像说过，我说日本90年代以后呢，就是非常强悍的一个板块，就是医药板块，就医疗卫生啊，也就是医疗保健板块吧。这个板块呢跑赢了大势，而且有牛股啊，所以中国应该也不例外啊。这个未来10年20年，这个医药的企业啊，医药的企业应该也会有成长性的企业，还是能跑赢大盘的。好，这是人口的一个趋势结构啊，就是这样的，60后、70后、80后啊，3代的主力消费群体。好，这个是结婚的登记对数啊，结婚登记对数2013年呢是一个巅峰，1300万对吧？然后到现在呢是1000万对啊，1000万对。说起这个结婚呢，让我想起那个就剩男啊，剩男和剩女啊，给大家说说剩男和剩女。剩男呢，其实中国在1990年啊，一直到2010年这20年啊，这个男女出生比例极度失调啊，高的时候呢达到120比100啊，就是120个男性比100个女性，就是极端的时候有这么极端啊，不极端的时候也是110啊比100。所以说这20年呢，大概就积累了大概有2000万的这个剩男啊，就是这个男比女啊多了2000万，这20年。这个就是，而且这个剩男里面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农村地区的呀，没有受教育的呀，啊，这个讨不到老婆的是比比皆是啊，难度非常大，啊，这是中国人口结构另外的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重男轻女啊，导致很多的这个剩男。然后就剩女呢，主要就是大城市、一线城市啊，差不多现在是有600多万啊，600多万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剩女，主要集中在高学历啊，尤其是研究生以上学历比较多一点。所以这中国这个人口结构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小的特点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呢就先讲这么多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